发展事业第2春，老板却是有苦难言。第1个月不是要卖爆1万桶吗？他们就嫉妒了，他们不甘心只是代工，他就砍我们的产线，他不帮我们出了，好贪哦！哇，拉面流行起来的时候，大家觉得哦这个好咸哦。未来你们改口味的时候，哦怎么那么不到地？到底。宅配冠军火力全开，现场订单接起来。冬子今天早上剥好的好不好？哦，那咸菜也好好吃哦，哇，你的鹅啊怎么长得有点不太一样？这是生蚝等级的吧？很新鲜。哎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好吃。我们也可以跟你买，可以。我们名片等一下。来，做生意不是现在，等一下再跟你要。提醒一下，你是来上节目的，不是来做生意的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邀请到一屋子有创业经验的这些来宾哦，我们听他们在创业之路上他们的甘苦谈、经验谈啊，马上欢迎他们出来。首先欢迎阿松哥，好，还有呢？欢迎小翔，哎呀，好美啊！欢迎我的好朋友叶长梦多。来，欢迎3位。欢迎。叶长梦多的是。我们今天3个艺人代表呢，都是跟创业有关了本身呢斜杠了一些很多事情。是老板。我们不如从叶长梦多开始。哎呦，叶长梦多啊！叶长梦多，好。对，因为他到底做了什么？除了知道你有开餐厅，一开始酒吧嘛，然后被骗钱。章鱼烧，疫情，我开什么倒什么。对，可是后来就是我现在是终于稳定赚钱，上次成功就是烧肉店。你还有代理红酒？对，代理红酒跟烧肉店，然后还有下个月开新的酒吧。哎呦，所以现在是3个。阿松，你松包子现在几家店了？现在有8家9家，之前开到10几家了。而且有一些联名，也是有在联名，对不对？对，就是跟 Seven 开始要密切的配合。好棒哦！对。哇，这好，这个上架起来，全国在4、5千家啊。大家都爱吃包子。熊熊现在在做什么？我现在吗？我现在就除了演艺圈，再来就是直播。我刚梦熊已经没有做，收起来了，因为就是被整。等一下再跟你们讲这个故事。好了，这个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创业经验，我们现在一个一个来好。没错，来喽，嗨。品质要求哦，创业需要注意的就是因为我的烧肉店比较特别的是，就是跟日本的味道要一模一样。因为我是宫崎县的人嘛，就是日本叫做宫崎。OK。然后呢，我从小吃到长大的一个很好吃、超厉害的烧肉店。他的老板大概已经70几岁吧，然后一直想要就是吃到这个店的味道。可是呢，那个老板你也知道，日本的老人家比较这样子一板一眼。然后呢，有一次3年前吧，我就回去日本宫崎县吃的时候，老板不在，他的儿子在做菜。我说，你爸爸呢？他说，爸爸退休哦。我听到这句话，退休，你有没有对台湾有没有兴趣？他说，好啊。对，你把他儿子挖角过来？不能挖角，因为他一个人雇嘛。对啊。所以就是我想说，确定这个东西是很大的机会，所以我的工作人员就是飞到日本去学习半年。学半年。现在的店长。对，现在的店长。可是这是一个矛盾。好，那个台湾人是不是很喜欢吃横膈膜？横膈膜 Q。对，好吃。可是呢，日本的横膈膜法律的关系，它算是内脏，所以进不来台湾的。牛舌、横膈膜、内脏都进不来台湾的。牛舌也进不来。有啊，我们今天吃到。没有，那个是澳洲跟美国的。日本的进不来。日本没有，进不来，进不来。所以我就比如说，有时候牛舌也好，牛舌是大概这个大小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其实牛舌可以用到最好的部位是只有这边。对，口感不一样。后面。对，有一次我教的大概11根。然后呢，11根通常是拿到这样子，可是那个11根只能用到这样。哇！其他全部要丢啊？其他怎么办？不能退啊，因为是已经打开切。因为你已经切完了。对。然后横膈膜也是，横膈膜真的是让我头很痛，我最少横膈膜让我亏大概有40万。哇！横膈膜。因为我打开切不行，我真的没在用。
我不想要，就是你看哦，有些客人第一次来，觉得为什么你家韩国馍不好吃就不来了？对，这是我一直在要求这件事情。可是真的亏太多钱，所以我现在暂时不卖韩国馍，因为你觉得还不到你的标准。如果你们有好的韩国馍，推荐给我，欢迎找你。真的找不到。还有就是另外一个问题是，我觉得呢，就是虽然我很爱台湾，我很爱台湾的朋友们。你现在要讲什么？对，小心一点，谨慎。不是，台湾人很奇怪哦，是一开始来台湾拉面流行起来的时候，大家觉得这个好咸哦，好咸，怎么那么咸？然后呢，为了你们改口味的时候，怎么那么不到底？到底？我们真的这样子。为什么日本拉面那么咸？拉面的味道这么咸，对，怎么那么咸？这么浓。像我家的那个煮的烧肉以外，另外一个招牌是担担面。我们担担面其实现在买的，它的担担面真的真的很强。可是那个也是啊，我花了很多时间呢。一开始做的时候呢，我们日本人觉得很好吃，然后说的日本的客人，哇，这个怎么那么好吃？可是台湾的朋友的话，有一点咸哎，可不可以加一点点高汤？这个时候我心里想，又来。然后后来，那你就稍微做淡一点点的嘛，所以也可是淡一点，它就失去道地的口味了。不可能是为了每一个客人，可是就是后来找到，现在台湾人跟日本人两个都觉得好吃的。但是问题来了。你要想一下，我的那个烧肉店的上面需要1500到2000嘛，可是有些人只有来吃担担面200%，我怎么赚钱呢？你也要开心啊！你担担面卖那么好，人家为了担担面来专程去，那就是耽误美食啊！被烧肉店耽误的担担面，没错。那他翻车率很快，他吃完他就走。对啊，对啊，应该开心。欢迎大家来吃担担面。熊来，好，你创业的这件事超重要，供应链管理。因为其实当初做嘎棒熊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合伙人们讲说，我们要做独创，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我们做那种跟一般的市售的饼干一样，我们一定打不赢他们。所以我们就想说，那我们就是做精致。你要吃这个饼体，只能买嘎棒熊，其他你吃不到。独特的饼体。对，所以嘎棒熊的那个正方形的那个饼体是台湾独有的。然后我们说找到，我们试了非常多家代工厂，我们找到这一家，这个饼体呢，它摆在它的厂里面摆10年。都没有人用，没有，他没有拿出来使用。然后我们就跟他说，好，那你这个饼体给我们专用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当时就签了2个独家的饼体，我们说这2个饼体只有我们可以使用，然后就 OK 哦，因为他们也没有专门想说，反正这个我们也不知道干嘛，就给你们这样。结果第1个月不是要卖爆1万桶嘛？他们就嫉妒了，因为他们觉得说他们不甘心只是代工他们研发出来的饼体被对，所以呢就起了贪念了。对，以前我们是印象是乖乖桶的铁桶，对，再来就是嘎蹦熊了。可是嘎蹦熊的那一年的过年，总共出了19个铁桶的品牌。然后都是那家代工厂帮忙贴的，就大家那个代工厂超猛，因为我们当时我们还做那个马口铁桶，那个也是贵的。然后我们就想说，我们是一条龙，我们是创业伙伴，我们是一起合作的共同体，所以我们铁工厂也是用他们的，也是用他们认识的人。结果铁工厂跟他自己做了一个牌子，他们出4个饼体。然后那4个饼体包含有2个饼体是我们的，可是你不是签了约了吗？不是独家。对，但是我们签的是只有这2个饼体，这2个饼体不能给别人使用，不能卖给，但是他们没有给别人使用，他们自己使用啊。好贪哦！对，所以这个合约这个东西是玩文字游戏啊。对，但我们当时也不知道，然后后来我们就也不想妥协，我们还循线，我们想说好这个饼体，我们听说印尼有，我们还跑去印尼找，就是那家印尼厂。也是他们的，所以后来他甚至因为他自己也出了嘛，他就砍我们的产线，他不帮我们出了。那你怎么处理？找到别人做吗？没有，因为这就是我刚要讲的，就是你供应链管理的问题，就是你只有他可以做这件事，你全部从头到尾一条龙都是他。可是他们也后悔了，因为他们发现说，他们不帮我们代工，他们还赚不到钱，所以他后来就跟我们讲说。他说：“那不然我们来谈一个合作，就是你们的嘎蹦熊，我们之后痛定思痛，我们不再乱搞，我们就好好帮你做这个嘎蹦熊。谁会相信他？但是你的嘎蹦熊，跟你承认他乱搞啊？当然是没有。他就说我们一起来共同做这个牌子，然后你们的嘎蹦熊上面要打我们的牌子，那每一桶我们就变成是合伙人，然后他分润这样。对，为什么我们不要啊？
所以这个整个的合作生意里面的体系，每一个环节对你要找到一个可以都非常重要长久合作的，对每一个环节，你那个做包子也是一样，都要顾到很准确才可以。对，那个心思要比如非常好。说他说的那个刚刚讲原料嘛，对我们是连猪油都自己榨，所以后来出现了一批有问题的食品的时候，我们是没有问题的。自己做，哎呦，对，然后刚刚说供应链嘛，我们一开始水饺说疫情期间请人家代工也是一样，后来拿翘。然后后来我合伙人就自己俩工建制了一条水饺的那个产线，对，真的要这样，就不真的要被人家控制，你就是要想办法自己把能够控制的通通控制自立住。自强哎。漂亮。但有一个东西你永远控制不住的，什么？是什么？最难搞的就是员工关系，人很难管，就是人。你们也有相同的吃过问题的，这个骨头，人很对啊，怎么说？就是我们创业的时候，因为很辛苦嘛，就会从身边周遭的好朋友，想要一起来学的、一起做的，我们都把他找来，然后面试。原本就有一个是我合伙人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，很认真，很愿意学，而且呢，他就是也不怕被骂。然后我们也讲好，如果我们接下来如果让他当店长的话，业绩他是可以抽趴数的，就是营业额嘛。应该对，等于他应该的分到一些股份这样子。是，那他那个时候呢，慢慢就后场会了，前场也会了之后，我们让他专门类似像是后面的厂长这样。然后呢，有一阵子有时候发现奇怪，我走进后场的时候，面粉在发，包子在蒸，馅料在搅，但是店长厂长不见了。为什么？好奇怪。我就发现，哎，那一阵子他怎么有事没事就往前店跑，后面是工厂，他往前店跑。然后呢，第一次我就提醒他一下，哎，隔了2天又发生了一次，再提醒他一下。后来我就仔细看了一下，哎，他每次会去前店的时候呢，是某一个店员在站柜台的时候。哎，我这个店长，这个厂长大概20多岁，可是前面店台那个柜台那个人大概30多岁。然后呢，我就大概了解一下，男生就觉得这个店员很容易学，厂长就很愿意教他这样，所以他多去了几下。然后我私底下跟他讲，哎，他是有结婚的人哦，你要去可以，但是你要注意一下分寸嘛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跟他讲完之后呢，他说会，他不会乱来的。然后我永远记得，大概过了1个月，有一天我就从我们那个店里面走出来，到隔壁大楼下面，然后就车子开出那个停车场啊，斜坡。我就先看到那个柜台的店员走过去，我想哦吃饭吧，下一秒后面有个男生跟过来，是我们的店长。哎呦，哎呦，他也吃饭呢，他不能吃饭吗？对嘛，然后没什么事嘛，对不对？我想那吃饭，然后呢，再隔1个礼拜，我合伙人跟我讲一件事，他说有一天他去捷运站，他们家附近的捷运站去接那个他老婆，然后呢，他停在出口2，然后看到出口1的地方呢，有一台很熟悉的摩托车。然后看到那个身影是我们的店长休假，他就看到从出口2出来的一个女生，很开心的跟店长聊天讲话，店长就拿了安全帽给他，接过安全帽，然后坐上他的车就抱着他，交往了，对，就是那个店员吗？对，他就从后面扒了一下喇叭，那个人就一抬头。看到他的车牌，叫女生上车，风火轮啊，再也没回来了。然后合伙人跟我讲完这件事，我就觉得这个不行啊，这个问题很大条，社会观感不好。对啊，那你怎么处理？我跟我合伙人讨论的原因，的结果就是我们那时候刚开的分店，马上把这个店长先调去帮我顾分店。哦，你要把分店顾好，把业绩做起来嘛。然后这女生就一样留在我们原本的这个店里面，结果没多久，这女生就先离职了。结果隔了2个礼拜，那男生也离职。对，我一口气损失了2个很好的人才。能力很好，但品格也很难不好不行。好，每个人呢在经营自己的品牌他创造自己的事业，都有他在乎的地方。好啊，我们刚刚听完3位来宾分享了，没错我们今天也邀请到3位很优秀的青年所以还有创业家，人是不是？有。我一直以为你们要发挥你们们的观察力，观察力。你们3个讨论出一个答案，他是做什么的，好，没问题，好，好不好？马上欢迎的第1位出场。首先欢迎千金。哎呦，千金啊！欢迎。千金好，千金好，我这边直接请，你好，你好。来，我们就直接你们看了这个人，想问他什么问题？是，你们要问的够精准，看你们的观察力准不准哦。好，现在谁先有谁先举手，来梦多，请问，请问你是做拳道还是蟠道？
不是每个都跟你一样。西多。哦，他是那个啦。对不对？哦，越南洗头的，越式洗头。有些就是比如说，可能是比如说像烧肉店，前道的服务是就是说我，看你怎么找，我就看你来。我们不好骗，我们不好骗哦。我们前道的服务是好从头到尾帮你烤。这是叫做是烧肉业的前道，那我们就是半道的服务，烤肉自己烤。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。我们原本是做半套的，现在做全套的。你是真的回答？真的回答。先等一下哈，这样我们现在在你们问问题前，我们先了解，基本认识一下。在千金这名字怎么来的？千金是因为我们家的事业嘛，然后我们家你是家里的大女儿，所以我就自诩为千金。自诩啊。她是家里的事业，家里的事业所以她等于大女儿。对，当然是千金啦。所以可能是接了家里的事业，然后再把它创成一个新的。对啊，就转型。熊想问他什么？那跟家里的事业，你是这个东西，你是吃的，跟吃的有关的，还是跟用的有关的？跟吃的有关。吃的，然后盘道变成前道。他家可能松要问什么？可能是农产品或什么的。这个东西你做好的是生的还是活的？不是生的还是熟的？哎呀，真的还是熟的？你先等一下，阿松你要不要冷静一点？不是，因为你的员工走了以后，你是不是有点立场啊？臭了。最近脑袋被你的员工气到了。对，生的还熟的？好，来，请回答。生的为主。哎呦，就是回去要再自己料理，回去要再自己处理的那种。所以你也有熟食就对了。有。给你们10秒钟讨论他是做什么的。来，计时开始。不是，他是家里的事业，那有以生的为主，就不一定是料理。我觉得你要不然大部分是熟的。没有，他们可能是以前是捕鱼。捕鱼是什么？鱼啊，就是抓鱼啊。然后就是对，后来就是前道的意思是，可能是直接开餐厅。好，现在你们讨论出一个答案，来谁说？阿松，那松哥你讲。你认为他是做什么的？我们就相信梦多一次好了。这一次，就这一次，下次就没有了。一次就好。对，应该是属于水产养殖业。卖鱼的吗？然后开餐厅。对，水产养殖业，准备揭晓答案。这位千金青年创业家千金，他的行业是？他是嘉义海鲜宅。没有啊，真的得分很会上哦。嘉义海鲜宅配冠军哎，厉害了吧？我这边拿，大家不要看的，大家工厂在嘉义东石，对，宅配冠军怎么说？因为我们过年是我们的大档期，然后在某个平台上面，我们的出货量是第1名。哦，对，很厉害。大概多少？旺季的时候月营收破100万100万可以，营收100万呐。那你们的品项多不多？大概20-30样左右。这么多，我这随便都快15样了，这边。这个牡蛎，然后那个是鱼肚嘛。哦，厉害了。那全套跟半套差在哪里？全套就是你可能要自己来我们家抓鱼，然后我帮你杀好的。来我们家渔人抓啦，哈。我说千金姐啊，你为什么要配合梦多回答全套半套的问题？不用配合他。好，因为海鲜以嘉义来说，这个靠海的现实。对。嘉义大概有1/3人都在忙这个啦。可你怎么能够做到冠军？你怎么能做到杀出重围？我的特点应该比较偏向是传统产业结合宅配的商机，因为我们那边其实大多数都是在做比较少在做零售。对啊，因为我们年轻人回来就喜欢做零售的这一块。那我们家原本就是卖给中盘、卖活鱼之类的，后面他们处理。那到我这边的时候，我就开始想说，有一个契机才开始做宅配这样。然后妈妈就说啊，她身体不好，希望有人可以来帮忙接手。对，然后我就想说啊，不然回去帮忙一下好了。虽然我跟妈妈每天都在吵架，对，然后回去都这样。你看起来就蛮会吵架的，没错。我真的很会吵架呢，吵架王，我都在吵架，看起来很会吵架王。你撒这个是要捕鱼的？不是，我在刚好那是小鱼苗，然后我要把饲料丢在网子里面，放下去之后呢，我就要从网子里面的小鱼看它肚子有没有鼓鼓的，就知道它有没有吃饲料。哦，这样子。因为它吃饲料，一般的鱼吃饲料会有水花，但因为它太小了看不到水花，就只能这样看。弄起来看。对，捞起来看。哦。
宅配冠军火力全开，现场订单接起来！东石今天早上剖好的鹅啊，哦，它咸菜也很好吃哦，哇，这鹅啊怎么长得有点不太一样这是？生蚝等级的吧？很新鲜。哎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好吃。我们也可以跟你买。可以，我们名片等一下。来，做生意不是现在，等一下。再跟你要。我提醒一下，你是来上节目的，不是来做生意的。你做了几年了？做了3年半。才3年半，对就变宅配冠军了。对，我觉得颜值应该有一点关系。爸妈很感谢你吧。你自己讲。还是要下一位了吗？要下一位了吗？直播对不对？下一位。他刚自己，他要偷偷摸摸在大家在一阵喧哗。对啊，自己在绕，应该颜值很有关系。然后自己在那边摸脸这样，好可爱。默默开始行销了。好了，做了这3年多来，有没有遇到什么挫折？刚开始经营的时候，我朋友就说他想要买鲈鱼，我们家有没有？我说好，等一下，我帮你捶，然后就去找了2只这么大只的大鲈鱼，好大只。我就寄给我朋友说，哎，我帮你找到2只赞的鲈鱼，很赞。然后他接到之后呢，他说你怎么给我这么大只？我说很赞吧，因为我们乡下人的观点就是鱼就是要大只才是好吃的，才是好吃啊。感觉就是台北冰箱冰不下，对啊，放不下。我说这个好货你们看不到哦，拎起来不哦。结果我朋友就说啊，我们不是起来不，是因为我们冰箱根本塞不进去，所以才在卖的过程当中去学习说市区的人他们想要的鱼是什么。聪明。所以了解到市场需求了。对，有多少人在忙呢？可以有多少人在忙？可以有多少人？就可能最近我先生，然后妈妈这样子。几个人？先生也跟你3个人业绩100万啊！冠军很强哎！哇，一个人背30几万的业绩哎！像你们这样子是家人自己在这边工作的话，那个就是薪水怎么算？薪水就领妈妈的啊，老板说的，所有收入都进到妈妈那边。所以真的是对，收入怎么算？妈妈说了算。妈妈说给多少就多少，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做了很多，但是拿到的跟他做的不成比例。奖金的那个奖金制度还是分润呐？奖金怎么算？大家都那么辛苦，都一样付出啊。没有，我觉得我辛苦比较多，所以我要拿多。你觉？他也说了算。然后我要泼千金什么的呢？都是你在泼。对，我还要出来录影。你这。好啦，来录影，他们就很委屈。没有，我就说，我可能要播出一点点时间过来录影，然后再回去。不小心会露出江湖味，好可爱。吵架了，吵架。有什么难忘的事情跟我们分享没有？有一年中秋节，然后刚好遇到我的生日。对，因为我刚讲中秋跟过年最忙，然后每天忙得昏天暗地的。过12点我生日之后呢，我就跟我男朋友讲说，哎，那个我要上楼睡觉。他就跟我说，哦好。哎，生日快乐！我说哦，哈哈哈。然后他就传讯息说，哎，你的生日礼物放在冷冻库。可是我已经在床上了。我说好，我收到了，谢谢。然后闭上眼睛要睡觉的时候，他说你要下来拿。我说哦，我拿了，谢谢。我说你还没拿，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拿？然后就说你该不会在楼下吧？然后我就走下楼，然后就看到他那个后车厢打开，就是求婚的 set 嘛，那个气球啊 ，Marry me 这样。哇！然后你穿睡衣，我穿睡衣，然后穿西装皮挺。可爱哦！你来了，你从台北开车下来，怎么反应这么重？因为我很想睡觉了，然后就掏出那个戒指说啊，你要嫁给我吗？我说我就看，金块呢，金块，哎呦，好酷因为哦！戒指我可能会嫌弃他选的形式，所以整个金块金条的，对，而且老公哦，而且他那个时候还差点去 Costco 浪漫呢。去 Costco 买什么？买更大的，不是因为 Costco 买如果没有求婚成功的话，还可以退啊！哇，好聪明啊！对耶，太聪明，好聪明哦！他说的啦，他说的啦。连第2条路都想好了，还有补拍哦。事后补拍，我要上去换衣服是不是？对，因为我想说，我隔2天就要上台北，你那时候再求婚就好了，干嘛在我很累的时候？啊，生日啊！生日啦，对啊你喜的。今天有听友带东西给我们吃。对，因为现在是我们东石的鹅啊产季，哎呦，哎，所以我们准备了鹅啊咸菜汤来给大家。推上来，嚯，人很好。哇，好，好满哦，很大颗哈，很大哎。来自我们东石今天早上剖好的鹅啊，哦，它咸菜也很好吃哦。哇，这鹅啊怎么长得有点不太一样？这是生蚝等级的吧？哎，真的很大。这成精了吧？刚好是我们鹅啊的季节，所以每颗鹅啊都很饱满，很肥。鹅啊是什么季节汤好甜，大概是清明到中秋左右。哦，正好这时候哎。那个鹅啊旁边那个好 Q 哦，超饱满的，很新鲜。哎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好吃。
你这几乎没有调味，就是咸菜的味道。咸菜，然后一点点胡椒，这样啊，米酒一点点，完全没有腥味，很好吃，好吃真的。而且你们有看到它没揪水，对会皱皱的。对，为什么它可以那么大只？因为我们不会一直泡水，然后你们收到的时候直接煮，也不会收水。哦，赞所以跟你们耶买就是这样子的。对。这一碗是看这一碗是看起来看来这碗可以吃吗？这碗整个哎，好吃，真的好吃，好吃。好吃好吃。对，咸菜那个汤对啊，啊，然后它汤又很甜，阿嬷用的啦，真的很赞那波那方哥回甘的。所以我们也可以跟你买。可以，方便就好。一单对等一下拿个我每次订名片来一下单每次都是5、6千以上，7、8千。哦，大户呢，我的名片，等一下，来做生意不是现在，等一下等一下再跟你要，等一下再100万业绩。再说一次，他我是提醒一下，你是来上节目的，不是来做生意的。记住哈，陈哥是好相处不是没脾气，对。今天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到的，他们的是属于这个算传产，算传产。然后呢，他做一些整合的创意，连周边的都一起哎，它能变成一个丰富的选择，对，对不对？帮助你现在人是你们家的祝福。对啊，很棒，你爸妈生这个千金真的生得好，生对。哦，太棒了，千金难买。好了，来，请回座。你们看到了啊，对面有3张椅子，所以还有2位创业家要来，好不好？秉持着你们刚才整个的那种火眼金睛，再来猜猜敏锐的观察力啊，我们再来派出第2位。好，今天3个的职业都猜对了，我私底下再送礼物给你，哎呦，假的，哦，好不好？谢谢陈哥，谢谢陈哥， 3中1人真的很好。欢迎第2位青年创业家林佩莹，欢迎，欢迎欢迎，佩莹好，就是好直觉感觉卖你的信用品。对啊，很像。欢迎，好，佩莹从哪来？台东，台东，哦，你就是台东人吗？我是台南人，哦，到台东去啊？对这算东漂是吧？对，东漂，东漂多久了？漂10年了，都漂10年了。哇，那你等于学校毕业就去了嘛？没错没错，哎呦，梦多，请问你做全道还是帮道？不要吃了。不是啊，哎，梦多，你的词汇会不会太少了？来台湾10几年了，还不只会这里去。全道干嘛？你看前面就是猜对啦。哦，他一定要知道全套半套，他才有办法猜。哦，这是入门就对了。对，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问题。对，不是，我想知道他是去哪里都会入门就问这一句。全套跟半套。东漂美女神秘工作，创业老鸟也想不到。我是台南人嘛，然后嫁到台东去，台东蛮不一样的。啊，真的啊？对，邻居啊就是青竹师他正在吃一只那个攀木蜥蜴，这个难，他要在这个太少了啦。零食，它到底是台湾百大，我错了。 We're gonna take it to the very, very top. 这个是一个基本的问题。对，不是，我想知道他是去哪里都会入门就问这一句。全套跟半套，来，很重要你方便整理一下你的答案？有答案吗？全套。全套。哎，那我想问你是做跟女生用品有关的吗？也可以有关，也可以。所以男性也可以用。当然可以。哎，应该跟台东有地缘关系吧？真的哦。你的东西也是可以放到网络上的吗？可以可以放网络上。可以，棺材都可以放到网络上销售了。哎，按摩类的不行，甜点的。是吗？哦，个人服务类的不技行。能类的，对，那这个很难。他要在太少了啦。因为我本来想说是猜那个民宿啊什么什么的，可是民宿，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，而且我不是网络上的，网络上可以赶快想，快点，我们的礼物。啊！赶快想，找不到都说卖甜点的啦，要不要？他刚刚是卖水那个卖米的，他是卖水果的。到台东有谁？饼干熊熊卖甜点的，卖甜点的，在台东做甜点因。为台东不是很有名那个什么麻吉麻吉的那个甜，对啊，花莲马吉啊，台东也有对啊，我就统一算小吃好了。好，小吃。电商的那一种算点心吧零食，点心零食。好，请问佩莹是不是做点心零食的？我们准备公布。好像不是，完蛋。对啊，你讲的这么大声，这太难了吧？它到底是台湾百大青年果农啊！我就说水果，我就说水果，我就说水果。我错了，我错了。我们下一个都交给阿松哥来回答。好，松哥下来你回。百大青年果农真的是世家吗？台东的世家啊，就是世家哎。啊，不是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？
出来，都很是死皮很多呢。对啦，因为他的手指头的颜色也比要自己较深。种那个对，那为什么不在台南这个地方？哎，嘉南平原呢？为什么不在台南种被呢？骗去的，被骗被被骗去的谁骗？被老公骗去的。哦，又是个为爱走天涯的啦。那老公，我拿一个金块给你吗？没有叫你这个，哇，那你亏了，你亏了有。钻戒，有钻戒，有钻戒，哎，怎么想要做品牌？你老公他们家里面就是在种世家的吗？爸爸一开始种水梨，水梨，他本来就是果农啦。对对对对，一开始也不是果农，他也是返乡青农，我们也是返乡青农。哦，公公他们传统就是只有种植，对，卖都不然后管他们就彩椒合作社这样子。对对对，打电话人家就载走了。然后我们自己做品牌的话就比较麻烦，你要做售后服务，要接订单，所以我们是全套的服务。全套真的全套的，真的是你们现在只做世家吗？哎，我们还有种很多水果，像因为释迦它只有一个季节嘛， OK 对，夏季可能就是传统释迦，冬季就是凤梨释迦， OK 那中间会有一段空档，然后客人没有地方买，会忘记我们，所以我们现在的季节就是百香果。除了新鲜凤梨，你们还会做一些副产品吗？对对对，我们要做果干啊，饮料啊，饮料也有，饮料也有，什么样的饮料？气泡饮料，气泡饮。水果对，水果气泡饮料。赞啦！你提供这样的一个工作照，大概谁看得出来？这是谁啊？谁都可以。你说他是千金，我也相信哦。这样才不会晒黑啊。对啊，啊，这是女儿吗？对，哎呀，小双胞胎吗？双胞胎，对对对，好可爱哦！这是3-4年前的照片，我现在已经上小学了，上小学了。他的女儿都上小学了。对那这也是你30对，年前这是我们现在刚好在生产的百香果。你们还做这种你这个套袋的是什么？释迦在套在的是释迦果园里面吃饭。料理是你们做吗？农园餐桌。我们会用我们的凤梨烤鸡，然后我们在地的红梨米饭，然后也会用我们在地的池上关山米。我们是自己设置的厨房，还是请外汇来？我们自己煮，我下去煮。哇！可是你怎么还要讲解？配音，我们就要有一个团好队合作。棒哦！这是常常办的吗？就每一年都有预约制，的对，预约制。哇！这些道具都是我们自己做的。我们在做食农教育，我们会推广给消费者啊、小朋友啊，更认识台湾的农业。什么果子啊？你们的这个品牌，对对对，好食啊，对好时间对农夫来讲很重要。丢席好食，好食果子。旁边那是我妹妹，我也把她带去台东。我妹妹也被骗来了啊，对她骗我，我骗她啊，大家互相骗。他特别的把他们这个果园呢经营成一个粉砖呐，对不对？厉害。一开始是我的台南人嘛，然后嫁到台东去，台东蛮不一样的，大山大海，对，所以我每天在工作的时候，我都会看到很多很有趣的事情，像是猫头鹰啊，我平常只会在猫头鹰，野生的猫头鹰，野生的猫头鹰，是哦。然后在路上就什么有蛇，然后什么都有，然后我就觉得很有趣，我就把它拍下来传给朋友。蛇是我们基本上每个礼拜都会看到啊，真的啊，对，邻居这是秦主师他正在吃一只那个攀木蜥蜴。他在吃蜥蜴，你拍好近哦。对，他在吃蜥蜴，他嘴巴有那个剩下尾巴了。有，我有看到，长长的，长长的。对，他在吃攀木蜥蜴。哎，这真的台北看不到。他真的在吞，他真的在吞。对啊，对啊。这个是日本没有的蛇哎，尾巴没了，尾巴不见了。哎，我觉得这个你们可以是推广给日本人的。真的，日本人也喜欢。对，因为现在日本人呢，就是要么是来台北嘛，要么是台南这或去高雄。你自己花莲、台东有常去吗？有啊，还蛮常去的。那你要帮忙介绍啊。可以，我觉得真的蛮好的。配音创业这个已经快10年了。对，10年了。有没有什么最辛苦的地方，或者是最辛苦的地方，应该就是这几年台风非常多，而且台风这个是比较好的情况，然后断全部掉在地上了，好想哭哦。泡汤。辛苦了一整年呢。对啊，我们辛苦了1年，投入的人力啊、资产就是零，就没有了。然后留下来的果虽然看起来还好的，可能过一阵子就掉了。对，不能吃，都坏了，都坏了。他也有带东西给我们大家分享。刚刚不是有带什么气泡饮吗？有没有带？有啊有啊。来，先喝一杯，快试喝一下。来，欢迎。干杯！先喝还是先吃？对。哇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外面30度，你看喝这一杯超好喝，哎，超好喝。刚好今天又外面又热，对，真的很适合配烧肉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什么酒都可以 ，whisky 也可以 ，rum 酒也可以，可以。啤酒可以吗？啤酒也可以加巴卡超，巴卡也可以。加里面就弄这个。对啊，很赞呢。青年创业甘苦谈，爸妈辛苦放一边。
我觉得我最痛的是资金的问题。资金，对对对。借多少？我们那个时候缺了300万左右，后来我们原本已经有跟爸爸妈妈借过钱了，然后后来就回来了，我们公司就又活过来。赞了！现在稳定成长吧？对，稳定成长，稳定成长。爸妈的钱都还他了。对，还没阶段性还啦，我可以去还。你的店里面就用这个，对啊，很赞哎。这个果汁含量非常高，34%的果汁，没有100%的原因，只是在100%它就要全部放进去了。对。就配营侧面了解，台湾有几种百香果？比较大宗的是3种。对，这种是会酸中带甜的，我喜欢。好好吃哦。这超甜呢。因为它是就是因为我以前在台湾吃的百香果。先酸的会出来，然后在后面再甜，可是它甜的咸呢。对对对，甜鲜，然后再后酸。哇 ，balance，好好吃哦。怎么办？不想录下去了，感觉现在就要开车去海边了。刚刚陈哥已经订阅了，对啊，要订，每个月1箱。1箱有几颗？1箱大箱的大概70-80颗。可以。 70-80颗你们吃得完？你们吃得完？我们家一天就吃10几颗了。哇！但这个因为我们的百香果是没有用药的，所以会建议大概1周。百香果还没有农药啊？对，没有农药的。这个很难种，对，不好种。不好意思，我吃第2个了。好好吃哦，真的好吃，我很怕酸呢，这个真的好吃。它完全不酸啊，甜中带一点点酸味。对，然后酸的让你觉得舒服，可以接受。对。然后香气好，维他命 C 很多，真棒！来，再次掌声，谢谢。谢谢。来。 好，接下来欢迎今天第3位的青年创业家 Johnny， 欢迎。哎呦 ，Johnny 好，你好。哎呦，好，终于来了一个毛发浓密的朋友了啊 ！Johnny 从哪来？我台南。你看起来有 ABC 的感觉。台南嘉义，对啊，我们嘉南地方真的是人才济济啊！好，我们让梦多最后问，阿松先来。你可以摆一个这个姿势我看看吗？什么啦？什么梗啊？不是卖酒，我想看一下。好，我问一下，认真的问一下，你的工作场域是在室内还是室外？室内为主。哎呀，那这很像厨师哎。好，熊再问。 那你的这个东西，你这个产品是你有开店面，还是只有在网络上面贩售？我们有实体店面，也有在网络贩售，都有。这题又浪费了，都有啊，都有，到处卖。梦多，你的客群就是你客人，外国人的比例是几趴？外国人的比例不会算太多，以台湾的女生为主。女生，甜点。陈哥，我有这个不是问题，我用看的可以吗？来，啊，你要看他手吗？看就知道啊。甜点，对啊，稳了。它长得很像甜点厨师。梦多为什么要问外国人比例？基本上呢，就是说如果只买咸的话，就是外国人的客人的比例比较高；甜点的话，台湾人的比例比较高。以台湾女性为主，那你看手干嘛？ 如果你真的有在下厨动手做的那个指甲，一定要贴得很直，要剪得很干净，不能藏污纳垢。是不是卖什么马卡龙还是什么龙须糖这种？好，10秒钟，请讨论他是做什么的。因为我之前在台南一家店有吃过，然后那个厨师长得跟你很像，因为他没有喷香水，因为龙须糖要马卡龙啊。好，时间到，他是做什么的？甜点，绝对是。准备，请揭晓。不是我们生气哦。是不是？真的吗？你看，如果说到成果呢，我们就赢了，真的。他拉那个龙须糖很费力啊，他要挂在一个钩子上，用力拉那个糖，他需要对，然后他把它做的很精致，很漂亮。龙须糖就龙须糖，怎么会是法式的呢？因为我原本的专业是做那种法式糖果工艺，然后后来我就去老街逛街，我觉得这个好像也跟糖果有关系，我觉得好像可以结合一些
我的技术把这个传统的台湾甜点再转型，然后变不同的花样出来。那你做这个转换这个过程，从做甜点到做容须糖，对不对？有要拜师还是自学？我原本是从网络上去找资料，后来我就发现做不出来，我原本要去拜师，然后师傅就。也没有也没有看，我就说可以啊，我收30，我说什么东西30万？对，他30万。然后我那时候听到这个价格，整个吓到，就是多少你可以接受？3万可能可以。小资男孩。后来就遇到了一个中国的师傅，因为那时候疫情发生了 ，OK，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用视讯的方式，他教我怎么做容须糖 ，OK， 就做出传统的容须糖，好酷哇，真的好酷。你就那你第一次做成功一定很兴奋，对，很兴奋。然后在我家里面，然后大家看一下，我做出来了。这失败率很高吧？它很容易断。对。其实最难的是，因为我是要做常温可以保存的，所以我们必须在很高温的状态下拉。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那个我们照片上有那种加热机器，我们的手都要戴那种耐热手套去拉，在那个高温下才能拉出我们要的形状。糖的温度高到皮会脱的。对啊，那个灯都100多度。摸到就直接都是痕迹，常被烫伤。哇，要小心，因为它要做硬糖了，所以它里面糖的纯度很高。真的，哇塞，你有胡子跟没胡子是2个人。你参加日本东京蛋糕展，好可爱，很强哎，拉糖组，哇，这是你很强啊，这个赛很难吧？对，很难。它是像我们在吃的那种一颗那种硬硬的糖果。我们用那个硬的糖果去做不同的造型，做出一朵花。哇，厉害哎，这超强的！我还去意大利比过比赛，第1名，在拉糖组的第1名。哇，好大一个哎，他拉一个这么大的。创业过程中也3年多了，对不对？听说有遇到什么样的危机啊？刚刚各位讲那个人的问题没遇到啊，然后员工关系对员工关系也遇到啊，然后。我觉得我最痛的是资金的问题。资金，对，我们有一次我们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资金去跑中秋节，所以中秋节我们东西囤到一半的时候，我们发现就是没有钱去做下一步的动作了。哇！因为我们前期开店已经投了很多钱了，所以要再投更多钱才能让公司继续运作，所以我们就开始要去借钱。对，然后后来借多少？我们那个时候缺了300万左右，对，差不多。对，然后我们就是想说那到底怎么办？后来我们原本已经有跟爸爸妈妈借过钱了，然后后来，爸爸妈妈是支持你的吗？他们一开始就是怎么又要借钱？当然是开玩笑啦。他们也不想看我这么辛苦，因为我那时候真的压力很大，然后掉头发啊，然后吃药啊。哇，哎呦，真的好辛苦，真的。然后后来，看来你的头发都长回来了。没有，刚是有没压力。没发现，他还说方式有帮我打黑。好真实哦。在中秋那个档期吧，就掌握到。对，然后回来了，我们公司就又活过来。赞了。现在稳定成长嘛。对，稳定成长。爸妈的钱都还他了。对，还阶段性还啦，我不会一次还完。独创细致甜点，男女通吃太美味。哇，好精致哦，超好吃！哇，这个比例弄得超好哎！我天哪，太好吃了吧！你的甜点是很有层次哎，它的容须糖比我想象的硬，它的糖葱比我想象的软，怎么会这样？在冰淇淋里面哦。对，很适合香草冰淇淋。爸妈的钱都还他了。对，还阶段性还啦，我不会一次还完。法式容须糖，想吃吧，各位？想有吧，该有带吧？来，一定有。哎呦，好漂亮真的很美，好美，长得跟蚕宝宝的蛹一样啊。对啊，好细哦，蚕茧哈，超漂亮，好剪哦。哎，你如果不做龙须糖，你去做面线也可以耶。也是拉细细的。这个道理是一样的。这个是什么味道？原味？那个是柚子，日本柚子。哦，白色的。哪个是柚子？白色的。白色都是日本柚子。最清香，最清甜。那绿色的是什么？抹茶。那这巧克力。对。你为什么还要带糖葱来？对啊，因为我们公司有卖糖葱，反正都是拉的嘛。对啊，都是传统甜点呐。对啊。然后建议从那个味道淡的到浓的，所以从柚子先。对，柚子先。哇，好精致哦，都舍不得。柚子香味，好柚子哦。酸酸甜甜，很柚子哎，很神奇，好极化哎。那个
好厉害哦！天哪，太好吃了吧这个！难不难？很难很难很难，非常非常难，超级难做。要怎么在这么细的里面还能够包到果酱啊？一直把它蒸馏，浓缩到一个更浓的状态，才把再跟糖一起结合进去。超难哎，超好吃。这个比例弄得超好哎。嘴巴还有柚子香。下一个是抹茶还是巧克力？巧克力吗？我会抹茶。抹茶的艺术品，很香哎。香气迸发出来之后的那个浓郁度啊，哎呦，做的非常的直接，而且它区隔的很浓郁而强烈，一点都没有那个被糖吃掉。没有。好来，各好奇有巧克位，力的。请品尝第3个巧克力。哇，里面好脆哦，好吃榛果哦。巧克力，好精大的感觉。非常榛果，哇，好喜欢哦。很强哎，你的甜点是很有层次哎，对，法式甜点的精髓就是要有层次，对不对？对，好强哦！充满惊喜耶！来，糖葱，各位，先是摩煎奶茶，好脆，好脆哦！很好吃它里面满满的孔洞哎，而且它不粘牙，不粘牙。它的龙须糖比我想象的硬，它的糖葱比我想象的软，怎么会这样？在冰淇淋里面哦。对，对，很适合香草冰淇淋。我天哪，太好吃了吧！とても美味しいです。哎，它上面还有草莓片呢，草莓果它干。调到整个的味道调整到刚好甜，还带酸，好像你在吃它酸的喝草莓汁。你调整那个草莓带的那个酸，那个暧昧酸，真的调得好好。掌声鼓励，好精彩，好精彩啊！请坐。好好吃哦。是吧？太精彩了！多棒的几个年轻人，对啊，你们真的好不容易哦。哦，这一件很棒。创业本来就不是一个很平坦的道路了。你一开始要选择方向嘛，是筹资要找人啊，产品要有定位啊，市场还要去试水温啊，要找出错啊，每一步都有可能会踩雷，哎，对不对？刚刚各位前辈们分享的，但也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每一步坚持走下去的人，你们都是赌上人生的冒险家。超厉害。算是很棒。真的。这些每一个人都在撑啊。哦，家里更不要说了，他还要有拿得出钱的爸妈哎。投对胎了，投对胎。啊，有时候还不是只有撑下去的勇气哦，还有撑下去的运气。对，你没有运气，你只有时不我与的哀愁。对，时机。企业家马云曾经说过，今天很残酷，明天更残酷，但后天就会变美好了。哎呦，坚持，再等一下。我们在这边也祝福每一位勇敢创业的人，在你们梦想的道路上面获得期待的收获，成就更好的自己。谢谢你们。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谢谢。好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特别感谢嗨欧尼时尚美妆。